就这么说定了。击掌盟誓，不知道的以为你要和我拜把子。我才不要和你拜把子呢。小觉，我以前就很喜欢你，现在更喜欢你了。为爱而活着，听如歌，感谢人。陛下仁德，赦免他二人欺君之罪。只是风云将军身为义军统帅，却为了一己私情瞒天过海，恐怕会令军中将士失望啊！陛下，徐相所言有理。再则，武安郎毕竟是个女子，身在军营时有不便。日后将士们若是有样学样，人人军中藏娇，岂不是没了体统？陛下，微臣虽有私心，但并非藏娇。臣深知何晏的本事，深思之后，才将他带入军中。他能在叶州卫留下，也是通过层层的考核。他今日的功绩，亦是有目共睹。你是叶州卫都督，他能不能通过，立了多少军功，还不都是你说了算？徐小姐，陛下面前，莫要意气用事。武安郎力战烈赫部日达木子，斩杀乌托大将呼雅特，诱助润都解围城之困，这些都是大家有目共睹之事，如何能作假？陛下，徐小姐此言差矣。在下的考核功绩，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真刀真枪的拼出来的。叶州卫的袍泽，还有润都的弟兄们，都能为在下作证。至于方才徐相所说的体统，陛下，微臣虽然身为女子，但也有保家卫民之志，报效皇恩之愿。幸而微臣有些微末伎俩，
也有机缘实现所愿。但陛下，微臣深觉，不应以男女之别来评判一个人的德行、本事。女子若是有真才实干，也应该给予为大魏效力的机会。陛下，军中有军规，女子亦有规训。武安郎与人私定终身，有违规训，实在是有伤风化。如此德行有亏之人，即便是再有才干，那也是德不配位啊！魏大人此言差矣。陛下，微臣与何晏并未私定终身。微臣敬他，重他，怎能容流言蜚语伤他分毫？他是微臣的眼中景，心中事，意中人。好一个眼中景，心中事，意中人呐！没想到宁折不弯的萧爱卿，竟也有绕指柔情的一面。皇后，你母仪天下，乃天下女子之典范。你觉得武安郎是否德行有亏？千军易得，良将难求。武安郎为我大魏守土卫疆，功在社稷。若只是以寻常规格训诫加以约束，岂不是我大魏将失去一位将才？所以臣妾以为武安郎不但无过，而且有功。皇后所言极是，皇后乃将门之女。当年朕御驾亲征之时，皇后不但陪朕左右，还随朕一起上阵杀敌。武安郎能效仿皇后从军立功，实乃我大魏之幸。武安郎，朕觉得一个小小的武安郎真是委屈你了，朕就给你一个侯爵之位，日后你便是武安侯。微臣谢陛下圣恩。陛下圣明。陛下圣明。圣明。没想到这武安郎竟然是个女的呀！人现在是武安侯了，没想到啊，堂堂飞鸿大将军竟然败给一个女人，我都替他臊得慌。将军，本将军是因为有伤在身，才被他讨了便宜。哎，是。走。都督，我今天没有丢脸吧？当然没有。你可是？我可是你眼中景，心中事，意中人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怎么不追上去找你的何晏？娉婷，莫要说些气话。别想着蒙我，我看得清楚。楚章，你既接受了我的情谊，眼中就不能再有别的女子。我徐娉婷就是这样罢的，绝不允许我的夫君享其人之福。你误会了，我之前便觉得此事有蹊跷，本想查清后参消却一本。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那刚才在大殿上，你为何不帮我说话，反倒帮他辩解？娉婷，我身居官职，若是帮你说话，
事情就变了质，陛下心中定会多想，怀疑我，甚至会怀疑老师，怀疑老师想让你打前锋，故意针对萧诀和何言，打击一击。原来是这样，是我错怪你了，还毁了你的谋划。哪里是坏了谋划，我反倒要谢谢你。幸好你刚才在大殿上将此事揭出，若是我糊里糊涂的将此事告到陛下面前，怕是要受到责罚。哦，对了，娉婷，你是如何知道武安郎是女子的？来，因为我看了你书房里的画，你是不会责怪我的，对吧？我怎么会怪你呢？只不过你单凭一幅画便将武安郎告发到陛下面前，实在太冒险了。若武安郎真是男子，你不是要受到陛下的责罚吗？你就放心吧，我自然是有万全的把握。算了，告诉你吧，是何如妃告诉我她是女子。原来你的计划是在众人面前单挑何如妃。是啊，英勇善战的飞鸿将军竟然打不过初出茅庐的武安郎。这场比试不仅挫了何如妃的锐气，也在陛下和百官的心里埋下了一根刺。不过今日可真是凶险。怀姐，今日多亏了你，早早的在陛下面前周全了我女扮男装之事，否则今日我肯定躲不过。这徐娉婷和你仅有一面之缘，却在殿上言之凿凿，笃定你是位女子，这背后定有人怂恿。除了何如妃，还能有谁？不过听闻徐敬府很是疼爱徐娉婷这个独女，她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恐怕要有麻烦了。相爷，他这一定早有预谋，想让我在大殿众目睽睽之下出丑，他们故意来报复我的。相爷，咱们不能再什么呀？何如妃，我女儿娉婷一直娇养在深闺，她怎么知道何言是个女子？果然是你在利用她，好大的胆！相爷息怒，是我糊涂，我只不过是想让陛下治他们一个欺君之罪，让他们失去陛下的信任，这样咱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去陛下面前告发呢？我说过，有商有量才能长久。看来我是老了，说话不中用了。既然你们年轻人有主意，我又何必讨人嫌呢？相爷，相爷，我错了，相爷，您可不能不管我呀！管你！我让你沉住气，你偏偏要捅破天。现在大家都知道她实则是个女子，怎能不多想？众口铄金之下，若陛下为之谣言，下令彻查，你何家有那硬骨头扛得住审讯吗？何如妃，不是我不管你，是你朽木不可雕。没错，我何家都是软骨头，定然扛不住那审讯。徐相，那到时候就鱼死网破好了。我不好过，你这个通敌谋反的主谋也别想好过。
你一个不忠不悌的罪人，说的话会有人信吗？口说自然无骗，但若是你与乌托的来信呢？你竟敢阳奉阴违，没将那些信件烧毁。相爷，晚辈自知才疏学浅，在阴狠毒辣一道上远不及相爷，自然要给自己留一张保命符嘛。行了，年轻人哪有不犯错的？何如妃，娉婷是我的独生爱女，你要是再将主意打在她身上，休怪我不留情面。相爷的吩咐，如妃自然照办。如今正在风口浪尖，你一定得沉住气。余下的我还要思量一二，等有了章程，我会找你。是，全凭相爷吩咐。总之，今日还是要谢谢你。何晏，从今往后，你的后顾之忧，我都会和你一起解决，而我也会把后辈托付给你。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击掌盟誓，不知道的以为你要和我拜把子。我才不要和你拜把子呢。小觉，我以前就很喜欢你，现在更喜欢你了。何姐姐，听到宫中传出的消息，我们都吓坏了。虽然早就知道你很厉害，但是没想到连飞鸿将军都不是你的对手。那是，我可是叶中卫第一。对了，孙姑娘，方才听萧夫人说你今日才回京，门都没进就来这儿了。今日可是中秋佳节，应该和家人一起过，可是遇到了什么难事？何姐姐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们是逃婚出来的，若是回家了，该怎么跟父母交代啊？想当初你和程公子一个两个都说要退婚，如今看来是要好事将近了。谁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？平时挺能说会道的，婚姻的事却是只字不提。我看他就抱着医书过一辈子吧。哎呀，不说他了，扫了咱们的好兴致。何姐姐，什么时候能喝上你跟萧都督的喜酒啊？是该准备起来了，这6礼啊，一件都不能少，不能委屈了何姑娘。萧夫人，这8字还没一撇呢，不用这么着急吧？怎么不着急啊？要准备的东西可多了，我还怕时间不够呢。万万没想到，年少有为的武安侯竟然是个姑娘。这怀瑾也真是的，即便事关重大，但是有了心仪的姑娘，还是要跟家里人通个气的。现在只来得及准备这些，到时候我们再去铺子里置办一些你喜欢的。这些可都是女子的装束啊。你的事淘淘都跟我说了，你一路走来定吃了不少苦，可是如今你苦尽甘来，现在是陛下亲封的女侯爷，不用再身着男装，该改换红装了。对对对，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看看武安侯是何等的巾帼不让须眉，
让我等女子也一起扬眉吐气。大哥，你怎么也跟他们一起凑热闹？你瞒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倒成了我的不是了。你一进城就把人家姑娘请进你的院子，从前可以不拘小节，现如今再如此，岂不是怠慢了何姑娘？小赌赌，你要是敢对何姐姐不好，我打是打不过你，但是我这毒药管够。宫宴全是礼数，咱们好好吃一顿自在的中秋宴吧。花好月圆，当饮酒庆祝。何晏，再洒脱的人，在喜欢的人面前，都会变得拘谨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你当时胆子挺大的？那你是不知道，我当时心里有多紧张。那你现在紧张吗？试试就知道了。公子何必陪着徐小姐去赏灯？随便找个理由推了就是。徐娉婷那性子，今日若不顺了她的意，指不定要闹出什么。眼下时机未到，还不能跟老师闹翻。何如飞居然敢利用徐娉婷，这无异于触碰了老师的逆鳞，他怕是没有好下场了。他终于无需遮掩女子的身份，接下来要拿回来的，应该是飞鸿将军的身份。程家将羹帖送来了吗？还没。不过小姐放心，那日您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老爷和夫人都心疼坏了，断不许程家再耽误您的大好年华。今日便登门拜访，和程家退婚。如今应是已到了程家，父亲母亲去程家了。小姐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说实话，我真是挺喜欢淘淘这个孩子的，只可惜我们家李素没这个福气。儿孙自有儿孙福。这是李素的羹帖，今日送还给程家。母亲，程伯父、程伯母，父亲、母亲。淘淘，你这是？哦，父亲，我这头有点疼，想找您把把脉。哦，爹给你看看。你这脉象很是康健，就是肝火有点旺罢了。淘淘自己就是大夫，头不头疼能不知道吗？不过是医者不自医，这才来找你的。淘淘，定是你爹诊错了，既然病了，咱们就赶紧回去养病吧。是，走。不，我诊病多年，怎么会诊错呢？
哎呀，老宋啊，说你诊错了你就诊错了，哪儿那么多话？就是，赶紧回去歇着吧，我就不留你们了。慢点儿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说他没毛病吧？我总算是知道两个孩子为何至今未能修成正果了。为何？因为你啊！哎，这与我有何干？一个是你的亲女儿，随了你的倔脾气；一个是你的亲徒弟，学了你的倔脾气。硬碰硬，哪能不两败俱伤？我你这是什么说法？徐敬甫竟然没有处置何如飞，如此看来，何如飞手中必然有徐敬甫的把柄，这才让徐敬甫投鼠忌器。不过经此一遭，他们之间定会生嫌隙，我们也可借此机会让他们自毁长城。看来你已有所打算，我能帮你什么？我约了一个人。何姑娘，萧都督。楚兄，坐。何姑娘，中秋那日，徐小姐之所以笃定你是女子，是因为我画了一幅你身穿女装的画像，不慎被她看见。总之，是楚某有错在先，再次向你赔罪，还望海涵。楚兄不必道歉，其实那日之事，何如飞才是真正的背后推手。原来何姑娘也知道。为避免再生事端，还望楚大人妥善安置那幅画。若是有所不便，萧某愿意代劳。就不劳烦萧都督了。既然画的是我，不如那幅画还是由我收着吧。想来还未恭喜何姑娘呢，终于不必再扮作男子，成为大魏少有的女侯爷。假以时日，也定能成为大魏少有的女将军。承楚兄的吉言。不过，今日约楚兄前来，其实是有一事，想请楚兄帮忙。我断不会助纣为虐，但何姑娘的忙，我恐怕是无能为力了。她毕竟是我的恩师，我不能做出欺师灭祖之事。楚兄不必忙着拒绝，先听我讲一段往事吧。我与何如飞是没有血缘的继兄妹。当年她体弱多病，住在玉华寺，我顶替了她的名字。这便是我和何如飞之间的纠葛。我此次回京，一定会拿回属于我的一切。何姑娘，楚兄，我跟你讲这些往事，不是为了让你同情我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你口中的恩师是如何不择手段，为了铲除异己，通敌谋反，谋划明水惨案。不仅如此，他为了掩盖罪行，屡次勾结乌托，致使华原、润都、济阳陷入战火。如今，他能为了一己私欲，轻贱他人性命，来日势必也会为了私欲，继续胡作非为。楚大人，你说为官之道身不由己，但既然为官，就理应以社稷为先。你说所做之事，皆是顺势而为，那你可曾想过，顺的是何事？所以，还望楚大人
可以伸以援手。接下来二位有何计划？若有我能做的，我定全力以赴。何如妃手中定然有徐敬府的罪证，而这罪证就在何府。我已离开家许久，是时候该回去看看了。不过，这只是其一，剩下的还需要二位帮忙。恭喜公子，即将达成所愿。老师已是强弩之末，揭穿其恶行，乃是大势所趋。我回来了，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。我曾经以为这里是家，却差点成为埋葬我的坟冢。何晏女子身份，绝不能让外人知晓，否则让你们母女死无葬身之地。夫人，来都来了，去看看大小姐吧。慎言，府内只有大少爷、大小姐在御花寺养病呢。这何府中，我在意的也只有母亲了。从前想见却不敢见，也不知她现在如何了。何晏，他竟然主动找上门来了。来得正好，我倒要看看，在我何府的地界，他能撒什么野。看来我真是把你吓得不轻啊，哥哥。武安侯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啊？飞鸿将军这是害怕的，连待客的礼数都忘了吗？难道不打算请本侯进去喝杯茶吗？你看，我连剑都没有带。武安侯说笑了，您是我们的贵客，快请进，请进。好啊。相爷，风云将军萧决求见。请他进了。是，相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风云将军今日大驾光临，老夫未曾远迎，恕罪，恕罪呀！徐相客气。来，坐。看茶。萧将军今日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想和徐相
聊聊何如飞。何如飞？哎呀，小将军，怕是找错人了。我和飞鸿将军并不熟识，没什么可聊的。哦，嘿，我倒是听说，萧将军年少时跟何将军乃是同窗，想来你们的关系要比我熟识得多呀。我是与飞鸿将军相熟，但这何如飞，他是飞鸿将军吗？哎呦，萧将军这么一说，老夫听着很是费解呀。徐相，不必装糊涂。何如飞怂恿柴安喜出卖了萧家军的行军图，和乌托人勾结，压下我父亲的救援信，以致明水之战大败，3万萧家军惨死。何如飞伤害何晏，顶替了飞鸿将军，为了灭口，数次派人刺杀何晏，还在华原一战中害死了七虎将，并以此为代价和乌托人做交易，故意不去润都救援，以致润都被包围，险些沦陷。这个何如飞，罪行真是罄竹难书。何如飞确实是罪行累累，但他也只是别人手中的一颗棋子而已。这真正罪大恶极的，还是这只幕后黑手。这是武安侯打小最爱喝的茶，是否不合口味啊？不是，我只是怕你们下毒。武安侯又说笑了。都下去。飞鸿将军既然如此心虚，主动屏退了左右，那大家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。让我猜猜，我的父兄应该是后悔了，后悔没能当初将我斩草除根。不过你们放心，很快你们会更后悔的。如飞，别以为当了武安侯就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我能杀你第1次，就能杀你第2次。
荒唐。